拿着皮包的设计师，也就是单人的工作室，他常常遇到一个问题，工班没有办法配得上，所以工期延宕。如果是做工班的，也可能只是做整合而已，他也不会了解业主的需求。而我们的规划师能够做到一点很重要的是，我们有自己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工班配合跟规划。规划师的目的，如何在最短的时间、最快速的达到最有效的业主跟设计师中间的桥梁。我在这个案件的角色是属于规划师，像这个案子也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代表，就是如何能够创造出不会延宕到业主的时间，也不会影响到业主的希望的这个设计规划。那在工程上面也是一样，设计师跟工班的师傅如何能够达到说我设计所画出来的东西，我工班可以做得出来。比如来讲，拆除是我们自己，泥作是自己，木工是我自己的弟弟，水电也是自己的，所以我们在整个规划上面会缩短时间，所以我们常常会做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会提早完工。我从16岁之后就开始做木工，开始的时候是做那个实木家具，到了当兵之后接触了这个室内装潢这个部分，现场跟设计师跟师傅讨论要分成几桶回去，长度宽度，电梯也要量它的宽度和尺寸，才有办法回去工厂制作。量的部分不是90度了，我们就把那一只梁间包起来，之后再来量柜子的长度跟宽度跟高度，这样才能顺利的施作。设计师不管出什么难题，我们都办得到。有些地方设计上必须要做微调，就透过我们很快速达成这个业主跟设计师要的目标。所以我们常讲说，我们是设计师的实践家，我们来帮他们实践他们未来最想要的一个家。这一家的业主基本上是一户美国华侨，那这一个住所呢，就是他们应该是每年回来暑假的一个度假胜地。他希望他的空间里面就是明亮宽敞，所以主要的设计都是选浅色系跟这种白色系的家具。所以在这个环境里面，你可以看到我们两面的采光，视野很像加州的那种大太阳，很舒服的光线。所以在这个空间里面，我们引入的是一个阳光现代美式的一个风格。那他希望他的工区就是这个客厅、餐厅还有书房的地方是一个宽敞明亮的，所以我们基本上在这一些区域是没有区隔的，就是开放式的中岛吧台、开放式的书房也变成现在的一个会谈室。所以玄关的部分跟旁边的这个多功能的会谈室是连架在一起的，那也可以有很多的收纳在这个里面。那也采用玻璃的隔间，不会让两个的视线阻隔。那可是因为这里是 L 型的两面窗，当然光线会很热，所以我们必须要有玻璃去区隔它，让这个空调可以确保在每个区域都是非常恒温跟舒适的。
所以在这个外面，我们在客厅的场域是放了比较大的沙发，可以让他躺在那边休息。刚好那个角度就可以看到旁边基隆河，还有很多的高速公路这种交通繁忙的状态。所以在这个飞机在这里，我觉得它有一个定点提醒你哦，我们回家了，我们可以在这里好好休息了。我希望这个设计主要承接他们在美国居住的那个外在条件，我们就是归国华侨的阳光居所。这家业主基本上是一户美国华侨，那这一个住所呢，就是他们应该是每年回来暑假的一个度假胜地。他希望他的空间里面就是明亮宽敞，所以主要的设计都是选浅色系跟这种白色系的家具。所以在这个环境里面，你可以看到我们两面的采光，是也很像加州的那种大太阳，很舒服的光线。所以在这个空间里面，我们引入的是一个阳光现代美式的一个风格。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环境，我们的室内面积大概60几平，大约70平。原本预设的规划是3房2厅，还有一个书房。那他希望他的公区就是这个客厅、餐厅还有书房的地方是一个宽敞明亮的，所以我们基本上在这一些区域是没有区隔的，就是开放式的中岛吧台、开放式的书房，也变成现在的一个会谈室。那从入口一进来，我们会有一个视觉阻挡的这个敞篷玻璃，也是希望透过这样子不同光线的反映出在这个基地里面的条件，宽敞的光线底下会有不一样的氛围出来。所以玄关的部分跟旁边的这个多功能的会谈室是连架在一起的，那也可以有很多的收纳在这个里面。那也采用玻璃的隔间，不会让2个的视线阻隔。那可是因为这里是 L 型的2面窗，当然光线会很热，所以我们必须要有玻璃去区隔它，让这个空调可以确保在每个区域都是非常恒温跟舒适的。我们希望把这个光线引进来的时候，我们这个区域应该让它空出来，变成一个多功能的区域。比如说，我可以在那边坐在角落看一本书，享受悠闲的时光，或是晚上想要自己独处，在那个空间里面听听音乐。那我觉得这个场域就会比较适合他们一种阳光度假的感觉，不让那个空间有任何机能的限定，没有床，也不一定有很大的沙发，而是一个单椅在那边，让你看这个很漂亮的舒适的环境。偶尔我们在这个环境还是可以看到飞机的起降，偶尔还会看到彩虹，所以我们就让这一个多功能的玻璃隔间开放出来，让所有在这个工区的里面都可以享受到很漂亮的景色。客厅跟这个餐桌的部分，它是希望非常非常明亮的视觉感。那这个视觉感呢，有一个很大的条件，如果你一进来的话，你会发现我们这个楼高特别高，所以在整体的这个客厅跟餐厅的这个部分，我们就是强调高度，强调这个电视墙的视觉延伸，还有一路延伸到旁边中岛跟吧台的那个收纳柜，我们都是顶天立地的这个柜体跟顶天立地的墙面来强调这个空间里面的视觉高度。所以在这个外面，我们在客厅的场域是放了比较大的沙发，可以让他躺在那边休息。刚好那个角度就可以看到旁边基隆河，还有很多的高速公路这种交通繁忙的状态。所以在这个飞机在这里，我觉得它有一个定点提醒你哦，我们回家了，我们可以在这里好好休息了。在这个变餐台的部分呢，就是把厨房拉出来变第2个厨房的概念，让它可以开阔这个视野，把这个活动区域更加的打开。那外面的这个变餐台主要就是煮咖啡、喝下午茶，然后吃一些早餐，跟全家人聚在一起的这个时间可以用的。因为在美国他们的习惯是一个主卧室是会有2张床的，2个彼此的睡眠不会彼此干扰，所以会拥有更好的睡眠品质。
那在次货的部分，因为他有2个女儿，其实都已经结婚了，所以他们其实在这边的需求主要就是收纳这些东西，然后还有一些比较是属于他们自己的视觉感受。在这里的材料，我选择是比较简单、比较素雅的，可能是比较淡的木纹的 SPC， 那比较白色的这个柜体的呈现。那主要的感觉就是想要呈现出轻奢、阳光、现代美式风格。我希望这个设计主要承接他们在美国居住的那个外在条件，我们就是归国华侨的阳光居所。